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今天我们来录一期 Codex 的视频，主要内容是 Codex 在使用官方的订阅和第三方 IPR 切换以后对话丢失，怎么来找回的这么一个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。这期视频是一个教学目的的视频，我先做一个声明，然后我会用 CC Switch 来做一个演示。目前我们用的是一个第三方的 APR。然后在第三方的 APR 里，我们打开了这个 DP Codex 01这个项目，然后里面有01和03两个对话。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02去哪了，不着急，我们先给它截个图。好的，图截好了，我们把它放在这，这是 APR 的。然后我们把 Codex 退出一下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切换到我们的 OpenAI 的官方订阅上来。这时候我们切换完了，我们再启动 Codex。OK，我们现在切换回了 Codex 官方的订阅，然后这边在相同的101项目下只有02这一个对话，我们把它也截图放在一边。好，好的，我们放在这儿。OK，现在的情况就很清楚了，左边是使用的是 APR 的情况，右边使用的是官方订阅的情况。官方订阅只有一个对话是02，然后使用 APR 的时候有01和03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就是把对话在这个中间进行转移，无论是从 APR 转到官方订阅，还是从官方订阅转到 APR 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这期视频做的就是把02这个对话转到 APR 这边，也就是模拟大家在使用官方订阅的时候切换到 APR 对话丢失的情况怎么找回。但是同样的情况，你只要逆向操作就可以把03移到02这边，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只演示一个方向。OK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点点原理方面的内容啊。首先，我把官方订阅复制了一份，把一些信息脱敏了，所以我们先看这个，这就是官方给你的东西，一共就两个，一个是 author.json， 一个是 config.toml 这两个文件，我们先把它们截个图，一会儿我们再来看。这里面部分内容我隐藏掉了，但不影响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，这个放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往这边拖一点。然后另外一个文件在这儿，我们也把它截一个图。好的，这样这两个文件我们就截好了。这是官方订阅给我们的两个文件。这个原则上这两个文件只有下面这个文件部分内容你是可以编辑的，但是上面这个文件就是固定这个格式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接入的是 APR 是什么样，我用的是这个 APR， 但是我那个用 demo 演示的话，我复制了一层，做了一个信息脱敏，大家需要知道的格式是一样的。然后这里面，首先我们上面的内容都不重要了，我们先来看这个 author.json， 到你来使用的时候就变成了 OpenAI APR Key， 因为 APR 接入的时候官方就是定义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官方订阅的话，它就是用的这边的这一串 access token、refresh token 这种，就是用的 RESTful 的 APR 刷新的形式。关键的内容在下面的这里。我们把这个来对比着看，在 OpenAI 官方的订阅里，这边只有模型和一些模型的思考强度和一些使用项目的一些设置。但是如果你使用 APR 以后，这边会有一个叫 Model Provider 的一个设定，然后在这边我用的是 DP Working，然后在这儿也有一个相同的名字。如果你用的是不同的 APR， 他们会给你不同的名字，但是这个地方你是可以自定义的。你可以像我一样，比如说你是小周，你就写小周 working， 把它固定下来。不管你用的是哪一个，这里和下面的这里用固定的，那么只要你的 provider 不变，你能看到的对话列表就不会变。也就是说，对话是跟着 provider 走的。那么在官方订阅里的对话只有02，到这边只有03，那么就是说官方它用了一个名字是 provider， 比如说它应该是 OpenAI， 对应的就是02，然后我这边用的是 DP Working， 它对应的就是01和03。那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，就把02的这个对话找到，把它的 provider 从 OpenAI 改成 DP Working， 然后再重启我们的 Codex， 我们应该就能看到02到这边来了。
这就是这个原理部分，其实很简单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实际操作的部分。首先，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对话，你只需要右击选复制 Session ID，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对话的 ID。这个 ID 复制好，我们找一个文本给它存放一下。02杠，这是它的session ID，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东西。然后这时候你需要把 Codex APP 关闭掉，因为只有关闭以后才可以进行相关的编辑工作。OK， 紧接着你需要打开的是你用户名下的点 Codex 这个文件夹，然后在这里面你需要找到两个文件，分别是 Sessions 这个文件夹和这个 Stater5 这个数据库文件。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改，首先改 Sessions 这个文件夹里的，其实这个文件夹里就是你的对话，然后我刚刚的那个02就在这儿，大家看看我的 ID， 它这个组织结构也很简单，年、月、日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就用这个 Session ID 这边这个 7FC， 在这个文件夹里搜索一下，很容易就能找到，因为它是文件名的形式，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编辑。打开以后看的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只需要找 Model Provider， 这边看到了吗 ？OpenAI。那么改的方式也很简单，改成 DP Working， 保存，这是第一个修改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要改的是第二个地方，在这个文件夹，这个数据库文件。好的，我这边直接用数据库管理工具打开，打开以后它会有很多 table， 找到最后一个对话的表。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些隐私数据，我就稍微拖得小一点，然后你一直往下看，这边就能看到 ID 对吧？ 7CF， 我们这边 7CF 找到就是这条，然后往后面看，你就会看到它的 Model Provider 也有，然后这边你就会看到这有两个对话，这边有一个对话，我们只要把这个改掉就行。然后这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01和03丢失了，因为我在测试的过程中只改了那个数据库里的这个部分 ，Session 里的那个因为太麻烦了我没改，因为我们只是教学目的嘛。我解释一下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在数据库里改完了这个，对吧？我们把它保存一下，关闭。然后我们也在 Session 里改完了这个文件，然后我一般会把数据库彻底的关闭掉，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使用 CC Switch， 我们刚刚用的是官方的订阅形式，对吗？然后我们这时候需要切换为 APR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进行切换，注意你切换的不是我前面给你的这个 demo 的，而是你真正刚刚使用01和03这两个对话的那一个 APR， 就是能正常工作的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些 session 或者什么相关的内容在里面，这我们就不深究了。然后你只需要切换到 Codex， 你就能看到02这个对话进入到了你的 APR 这个序列。然后它的这两个名，前面的那个01和03这两个名字是被覆盖掉了。覆盖掉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没有进行完整的修改，应该是那个测试方案的一个小瑕疵吧。因为如果只改那个数据库里的，可能 Session 里的会把它又自动纠正回来。如果我们要改对话的名称的话，就是 Session 和数据库里可能要一起改才可以。但是我们确实已经把02这个对话从官方订阅复制过来了。如果我们切换回官方订阅，这边就不会再有这个 Identify Model 这个对话了。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。首先我们切换回官方的订阅 ，OK， 然后我们这时候打开那个 Codex 这个 APP， 然后这边确实是官方订阅没问题，然后02的对话也已经消失了。OK，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这期视频讲的更多的是一个原理，我希望给大家传输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，然后你再用工具，再用什么东西去做这个事儿。然后我想细心的观众也发现了，直接这样去操作其实还挺麻烦的。如果你有大量的对话要去做，那我想了一个思想，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把你对视频的理解总结成一个文本，告诉 Codex， 然后让 Codex 用 Python 给你写这么一个 tool。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，就是比较简单。我给一个我的思路啊，首先
让 Codex 把你所有的就是在 Sessions 里可以看到的那个 Provider 给你列出来，然后把你所有的这边对应的这个就是这个对话的 ID 也给你都读取出来。然后你启动程序以后 ，Codex 的这个写的这个程序会问你，你要对哪一个就是 provider 做对话移入操作。就比如说我们要把02移入这边的 APR， 那我们就选 APR 这个 provider。然后 Codex 就会问你，你要把哪一个对话 ID 移入，那这时候就把这个 ID 敲进来，然后 Codex 就会自动通过这个 ID， 这个对话 ID 把那个对话移动到这儿，所以它做的自动化的操作的工作就是把这里修改掉，把这个数据库里的这个内容修改掉。这等于是我想的一个交互的模式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把这个程序做出来，然后把你的结果放到 GitHub 或者什么地方，然后发到评论区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。稍后我也会提供一个我做的版本作为那个最终的验证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后面的视频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我们研究了在使用 APR 和官方订阅切换的时候，一些对话会被隔离，我们怎么把对话同步过来。这期视频的相关内容，我们讲了原理，讲了一些更深入的实现方式，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我们进行了分析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谢谢。